想象一下，今天呢，我們出了月子中心，回到家，老婆給你的第一件任務是說，老公，你去幫小孩洗澡。然後呢，你就會得到一個這個軟綿綿、滑不溜丟，然後只會哭、只會叫的一個東西，你怎麼辦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人不謙 ，AKA 家庭工具人。今天呢，我要來教大家呢，怎麼幫新生兒洗澡。我們家的小孩呢，基本上都是我在洗。Roy 的時候，我在幫他洗澡的時候，哇，不知道從何下手，那種很緊張、很不知所措的感覺，然後又很怕，因為他就很軟，也很怕不小心就傷害到他，或者是說沒洗乾淨什麼之類的。確實那時候讓我擔憂了一陣子，但是熟能生巧嘛。現在4個小孩呢，也慢慢都長大了，所以我也不用擔心洗澡這件事。不過呢，我能夠明白大家在那個時候會有多麼的緊張。多麼不知所措。今天呢，就來教大家我是怎麼幫新生兒洗澡的。首先呢，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認為要幫新生兒洗澡，第一個要做什麼？很多人可能會說，我可能要放熱水，可能就是那要幫他脫衣服。其實不是，第一件事情呢，你是要先把洗完澡的動線處理好，帶他離開水面了。怎麼辦？浴巾放在哪裡？你要怎麼弄？洗完浴巾之後，那要穿尿布，尿布你得準備好，還要擦乳液、臍帶護理，然後還要穿衣服等等之類的。會建議大家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先把你洗完澡之後的動線處理好，把幾樣東西都先放好。比方說，你可以放在床上，或者是說尿布台，或者是其他你可以到時候讓寶寶躺在那邊幫他擦身體、穿衣服的地方。首先，第一個要準備的呢就是浴巾。浴巾呢，我覺得就看，如果說你家呢洗完澡出來旁邊就可以馬上做處理的話，那其實你浴巾可以攤平放在床上，到時候把寶寶放上去，然後再依序把身上的各個部位擦乾就好。還要過一個房門或什麼之類，我會建議大家。浴巾呢，你可能就掛在浴室的地方。那你寶寶抱起來的時候，先用浴巾把它包裹起來，然後再把它整隻呢帶到我們等一下要幫他穿衣服的床上。當然，我們現在洗完澡了，要怎麼幫他擦身體？假設旁邊就是床，你當然可以直接把它抱起來，然後就把它放在床上。OK， 這是一種方法。那如果不是的話呢，就是會建議大家，你把浴巾呢就放在旁邊。洗完澡了，你可以先做一個動作，就是你可以把這個浴巾呢披在你的一個肩膀上面，這時候你就可以2隻手，因為一定要2隻手，因為它還在水裡，非常的滑，非常的軟。你呢，1隻手扶住他的屁股，1隻手扶住他的脖子跟手臂呢，把它抱起來，靠在你的身上，然後呢，1隻手撐着，趕快把它包裹起來。OK， 大概這個樣子。剛剛說的這個單手幫助他洗澡的姿勢是一樣的，扣住他的大腿，讓他靠在你這個身上，把他扶起來。這時候呢，你也不用讓他靠在你身上。為什麼？如果你是全裸的，那當然沒關係。如果你有穿着衣服的話，所以你這時候就可以這樣。那1隻手呢，浴巾拉下來，一樣先披在他的身上，包裹起來，然後整隻寶寶呢，我們就可以把它帶出場。那浴巾的挑選呢，大家記得要選這種紗布巾的材質，因為我們大人用的那個浴巾呢，雖然吸水效果比較好一點點，可是呢，它的纖維會比較粗一點點，寶寶嬌嫩的皮膚呢，不小心粗魯一點點，哇鬼，它可能就會紅一片，你可能會被老婆罵。所以呢，我會建議大家就選用這種紗布巾，就是它對這個皮膚呢接觸的這個角度呢會比較好一點點，然後上面呢也沒有多餘的那個纖維，它就是很像平織的這個做法，擦起来就蠻舒服的。床上要放什麼東西呢？床上呢，我會建議大家先把他要穿的衣服準備好，多半都是穿這種開襟的，或者我們可以叫它蝴蝶衣。它的這個手跟腳呢比較軟，所以它不太容易去做穿衣服的這個動作，那脖子也是。如果你不是用開襟的話，你在套他脖子的時候，你自己可能會蠻緊張、蠻害怕，因為全身都軟軟的，所以你會很怕不小心弄傷它。那我們就會用這種開襟衣。開襟衣呢，你就先把它擺好。所以到時候呢，整隻寶寶呢，你只要這樣子放上來，然後就可以繼續幫他做動作。旁邊還要放什麼？千萬記得旁邊呢一定要放一個尿布，因為寶寶放上來之後呢，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幫他把尿布穿起來，才不會不小心他可能因為溫度的變化，然後就尿尿了。寶寶啊，他的臍帶呢
還沒有脫落，那建議呢也把這個臍帶護理包呢放在旁邊，75度的酒精呢去做消毒，95度的酒精呢去做乾燥，然後呢你採取那個棉花棒在肚臍旁邊呢繞一圈擦拭跟清潔，然後不要重複的擦拭，這樣就可以了。這時候你也可以準備一些就是寶寶的乳液，或者是說這個嬰兒的油。那在他可能比較敏感的肌膚上面呢，你可以幫他擦乳液，去幫助他的這個皮膚呢比較受到一些保護。然後如果有些屁屁比較容易敏感，可能不小心會起尿布疹的，你可以這時候就幫他噴這個屁屁噴，然後再把尿布穿起来。屁屁噴也好，或者是說乳液也好，總之是穿衣服之前要擦在身上的東西，你都先在旁邊把它準備好。還小的時候呢，也會建議大家呢，我們準備好小手套，不小心自己會抓到自己的臉啊，或手啊，或腳啊，就是這個呢是可以幫助他們自殘，就是不小心傷害到自己的。那這個小手套你也放在旁邊，反正洗完澡就幫他把手套起來。如果說他洗完澡差不多就是要睡覺的話，我會建議大家呢，你把包巾也準備好，然後就是攤在床上，把這個衣服放上來，做好這些準備動作之後呢，才去做放水的動作。那我們要去放水呢，一定要有一個盆子嘛。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找類似月亮型的澡盆，它的好處呢是中間有一個這個屁股的底座，它呢就可以稍微有一個支撐，它大概就長這個樣子。可是如果沒有這個，寶寶呢一不小心就會這樣咕溜滑下去，整個人就會進到水裡面。除了這個可以讓它擋住呢，現在有一種很像浴網，就是它是这樣子，就是勾住這個四邊，然後它好像有一個網子，也是一樣。重點就是不要讓寶寶呢，不小心就沉到水裡面去。你們家的澡盆是沒有這個的，家用一個浴網去做，所以可以準備像這樣子的東西。那剛剛所有東西呢，請務必都在讓寶寶下水前就全部準備好，因為呢，我們千萬不要在洗澡或者洗完澡之後呢，離開寶寶的視線哦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在水裡可能第一個會有危險，第二個是他如果起來全身光溜溜的，但你這時候再去找東西，可能這短短的幾分鐘之內，他不小心就着涼。然後可能會增加他感冒的風險。準備工作做好了，我們怎麼要幫這個新生兒洗澡呢？先把洗澡水給放好。放洗澡水的時候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水溫呢千萬不要太高。我會建議大家就大概38度，然後可能正負在1-2度左右，就是跟我們人體體溫非常接近。那我們在測的時候呢，可以使用溫度計，可能會比較精準一點。那如果沒有溫度計的時候呢，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這個手腕內側下去測。為什麼用這裡呢？因為我們的手掌感熱的能力會沒有那麼的敏銳，你的手掌的耐熱能力通常比較強，會讓你的手掌覺得溫熱，那通常可能 maybe 已經超過40度了。那你用這邊去測可能會準一點點。我們可以直接把它這樣抱到這個澡盆裡面，或者是浴網裡面。如果真的沒有這個澡盆，外出臨時找不到，那你也沒有浴網的時候怎麼辦呢？護理師教我的部分是，我可以讓寶寶呢躺在我的這個手肘上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姿勢大概是這個樣子。然後這隻手呢，這裡去扣住他的這個大腿，確保呢他不會掙扎亂動或晃。那這時候你可以讓他的頭靠在你的這個手肘大概這個位置，然後用整個手臂呢去撐起他的力量。所以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。整個洗澡過程呢，其實你只有單手在運用。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泡在這個水裡面，我们就可以開始去做洗澡的動作。新生兒洗澡呢，比較像是半泡半擦的這個概念，會建議大家一樣，我們準備好這種紗布巾，不容易去刺激他皮膚的，比較親膚一點的這個材質，可以沾一點點的水，在他身上呢去做擦拭。第一個呢，我會先試溫度，就是我會沾一點水，然後稍微滴淋在他身上試試看，就是看他有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。因為不小心水比較熱一點點，其實他很快就會不舒服，然後或者是太冷他也會不舒服。個人習慣我會從臉部先開始洗，就這樣。這樣看到手指頭沒有？用手指頭包在裡面，去擦拭他的這個額頭、鼻頭，然後臉頰，然後在這個下巴跟這個耳朵的部分，再來就是身體大軀幹的地方。新生兒呢，其實沒有一定要使用洗沐用品。如果說他今天沒有吐奶，或者是也沒有排泄狗在身上的時候，有時候呢，你可以用清水去做簡易的清潔就好了。還有就是剛出來的時候，身上還帶一點胎脂的情況下，你也不用刻意的一定要把它搓掉，因為那個對他們的身體的皮膚是一種自然的保護。除了清水洗以外呢，你也可以2-3天呢使用一次這個洗沐用品。我會建議選慕斯型，慕斯型的一出來呢就是泡泡。
泡泡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搓在它身上，乳狀的或者是那種凝狀的那一種，你自己還要再去搓開。我個人呢就會覺得比較有一點麻煩，為什麼？因為你只剩一隻手了，所以我最好是可以這樣按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塗抹上去會比較好，因為你沒有手再去把它搓開，搓成泡泡。在挑選的部分呢，也建議大家就是要選那一種嬰幼兒專用，然後最好呢是那種不流淚配方，在洗的時候它可能揮手啊，或者是不小心你洗到他的臉的時候呢，碰到他的眼睛這裡，你都希望它是比較不那麼刺激的、比較溫和的這個產品。洗的時候呢，有幾個地方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呢下巴，因為這邊呢是特別容易藏奶垢啊，或者是口水垢，或者是汗垢的這個地方，只要你沒有特別去洗這邊，可能2、3天这邊就是紅紅的一條給你看。在洗澡的時候，請一定要注意，要把它翻開來洗。還有幾個特別要翻開的部分呢，就是它這個腋下的部分、手肘的部分，然後大腿也是一樣，膝蓋窩的這個後面。然後還有這個屁屁跟它的這個生殖器的這個附近的這個位置，建議大家都翻開來洗。那如果你的寶寶養的比較壯一點點，像米其林寶寶身上有很多的這個圈圈的時候，每一個圈圈呢，最好也都把它搓開來洗。這都是他們會把這個髒東西夾在裡面，那久了之後呢，對他們的皮膚就會造成一些刺激，然後開始就會起疹子啦，甚至紅啊、癢啊，或抓破皮等等之類的，都是要注意的。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一下，就是生殖器，好像以男寶來說。這個年紀啊，算是外陰部吧，你就把它洗乾淨就好。這你還不用特別去翻開它的包皮，因為這時候去翻開它包皮，它是會受傷的。就是在新生的這個階段，女寶呢也是一樣，從它的這個外陰由前往後，不要由後往前，由前往後去做這個擦洗的動作就可以。你也不用刻意把它打開，然後洗裡面這樣，那可能對他們反而就是更容易造成感染的一種方式。背面怎麼洗啊？如果你是讓它做這個澡盆的，那當然就簡單一點點，你只要稍微扶着他的身體，你就有一隻手可以在後面這樣子搓洗啊。浴王也是一樣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抱着他的時候呢，我的做法是這樣子，就是一樣，這一隻手換過來，讓它呢就是轉過來，反過來一樣，這隻手指的部分呢扣住它的這個大腿，然後反過來讓它的這個胸靠在你的手臂上面，然後頭呢是這樣子靠在你的手肘的位置。這時候呢，你又腾出另外一隻手了，可以去幫它做背部還有脖子後面的清潔，還有很重要的屁屁的這個位置這也是非常容易洗不乾淨的地方，所以要把屁屁的肉這樣翻開來洗。還有一個部分，在我們家呢是從小就做起的，就是讓它不怕水這件事情。所以我會在洗完澡的後面呢，多做一個這個動作，就是我會很刻意的去沾濕，然後呢，在它的頭上把水擠出來，讓它感覺水流經過頭，經過臉，甚至經過眼睛，讓他眼睛自然反射去閉起來的這個動作。我們家呢，小孩呢，其實都不太怕洗頭，因為特別是到1歲、2歲或者3歲左右，寶寶呢，他如果不太習慣這個臉是濕的，他們在這個年紀洗澡的時候呢，每次洗頭都會崩潰給你看，又要去買什麼護髮帽或什麼之類的。我們家呢也有用過護髮帽，那我個人覺得沒有那麼好用。如果讓他及早就開始習慣這件事情，他們會有一點點緊張害怕，他們會說爸比你快一點，可是他們並不會抗拒或者是崩潰。所以我會建議大家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讓他習慣臉上有水流過去，這也是可以作為你們親子互動的一個小段的時光。還有一個部分，耳朵，你要讓他這個水流過他這個頭的時候，如果你是讓他這樣子完全這樣躺着，水可能不小心會進到他的耳朵裡面，所以你可以讓他就是靠在你的身上，然後扶住他的2個耳朵，就有點像是這樣子，或把他這樣耳朵往前這樣蓋住，再去做這個動作，等於是你手是扶住他的頭的，讓那個水呢不要跑到耳朵裡面去這樣子。那整個過程呢，建議大家我們就大概控制到3分鐘、5分鐘，就很像我們男生洗個澡一樣的時間，對，大概5分鐘左右上下，就不要洗太久。這個時候呢，全身就清潔乾淨了。到這裡就結束了嗎？還沒有。以我們家的情況下，洗完澡呢，通常的就是要睡覺了，所以這時候順便幫他做這個口腔的清潔。口腔的清潔呢，一個你可以選用這種形式的，很像棉花棒一樣，放到他嘴巴裡面去，幫他的這個牙齦呢做一些清潔跟擦拭的動作。另外一種呢，就是手指刷，然後裡面都是這個矽膠軟刷毛，一樣伸到他嘴巴裡面呢，去幫他做這個牙齦的清潔，因為這時候還沒有牙齒啊，多半都是牙齦、口腔這樣子。到這裡呢，才算是
整個洗完澡大功告成。以上呢就是我幫我們家這個4個寶寶從新生兒洗澡洗到現在的一些小經驗分享給大家。我認為呢，其實幫新生兒洗澡呢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困難，只要把握影片裡面提到的幾個小訣竅，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非常好。我會特別建議呢，爸爸呢就自告奮勇把這件事情扛下來了啦。育兒的過程中有很多是我覺得爸爸沒有辦法代替甚至幫忙的東西在，就是有一些是非得只有母親可以做到的事情，父親可以做到，都會建議大家呢，就是你能做的就盡量多做，因為懷孕生小孩，甚至後面的這個教養小孩，都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，一定要夫妻2個人呢一起努力，才可以把一個寶寶照顧得好。這個呢是我們家個人的經驗，大家對於這個幫新生兒洗澡還有什麼樣的疑問，或者是說你有什麼樣的經驗，都歡迎留言分享給大家哦。這期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，請記得按讚、訂閱、追蹤我們，然後還有追蹤倩倩的粉專還有 IG，我們下次影片見嘍，拜拜。